我和沈静的白月光一同被掳进敌军军营，可他却将我衣服扒光，主动说我是摄政王之妻，让敌军欺辱我，我才是沈静最爱的女人。你这早就该死的贱人，该让位了。他却不知，我嫁进王府这些年，沈静早已爱上了我，我腹中还怀着她2个月大的孩子。白月光却不听，将我死死绑住，谄媚地将我献给敌军。等到沈静终于打了胜仗，快马加鞭过来救我，白月光挖出我腹中胎儿，邀功似的跟沈静说：“阿静，他不守妇道，背着你勾引别的男人，我已经替你狠狠责罚了。”大家好，分享今天的故事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意识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。你先割开绑着你的绳子，然后再来帮我。我一头撞倒了营帐中的瓷壶，瓷片全碎在了娄清九手边，温热的鲜血从我额头流下。娄清九却愤恨地盯着我，眼底闪过嫉妒。你就是那个能嫁给静哥哥的女人。顿时，我明白了他的身份。我嫁进摄政王府前，便知道沈静有个爱而不得的白月光，她是沈静心尖上的船头歌女，而我是沈静不得不娶的名门贵族。我本来就是个不喜争斗的人，便识趣的不多招惹沈静，只是在天冷时为她送上热茶。每天她处理公务前研好了墨，直到有天沈静闯进我的屋子，红着眼睛问我：“许昭，为何我总是捂不热你的心？”我才知道沈静从未忽视我的贴心，她心尖上的人早已换成了我。望着眼前的面若桃李的美人，我心头微颤。但好在我看了看自己的小腹，里面是我和沈静2个月的孩儿。我信沈静。娄清九用碎片飞快地把自己身上的绳子割开，恢复自由。军帐外尽是敌军汉子粗鲁的叫喊声，我不免有些焦虑。快呀，帮我解开！我催促道。娄清九却站在我面前，目光阴狠：“你毁了我和静哥哥的姻缘，我也要毁了你。一个是沈静最爱的女人，一个是沈静的王妃，我们先弄死哪一个？”军帐外头响起了敌军首领的声音，我拼命挣扎起来。我要是死了，沈静不会放过你。听了我的话，娄清九嗤笑起来，满是不屑。要不是皇帝赐婚，怎么可能是你来嫁给沈静？他心里早就只有我，容不下其他人了。别自作多情了。敌军首领掀开帐子进来，却看见恢复自由的娄清九，森森一笑：“好一个灵巧的娘们，竟然把绳子解了。那好，就先拿你开刀吧。”敌军首领拔出剑，娄清九立马跪下，哭得梨花带雨。我只是沈静心曾经相识的女子，现在与他并无关系，杀了我除了激怒他外，并无用处。但他不同，他可是他的妻子。娄清九把我扯到敌军首领面前，我无法动弹，心脏猛跳，只能对着敌军叫喊：“我是摄政王王妃，我父亲是开国大臣，我死了，他们一定会不择手段为我报仇，你们不能杀我！”敌国首领迟疑起来，娄清九却抓住我的头发，扯得我头皮生疼。他扒开我的衣领，露出我洁白的肌肤。摄政王的王妃可是个好货色，娄清九说的咬牙切齿。她虽是卖艺不卖身的歌女，但常年在那种地方生存，早就熟透了拿捏男人的把戏。敌军首领果然变了目光，我颤抖着，嘴唇咬出了血。不能就这么死了，我要带着肚子里的孩子跟沈静团聚。我咽下滔天的怒火和怨愤，用最卑微的语气祈求道：“求你别杀我！”敌军首领哈哈大笑：“好，老子怜香惜玉，不杀娘们。不过你得陪兄弟们好好玩一玩。”
娄清九这才将我的绳子解了，他手脚利索地撕开我的衣服，我不停挣扎，可娄清九似乎早就练熟扒人衣服的手法，竟将我的衣服一件不留地吞下。军帐里聚集的男人越来越多，我绝望地闭上了双眼。再醒来时，我的头发被一根结实的细线绑起，吊在放兵器的架子上。娄清九暴毙站在我面前，得意洋洋，受欺辱的感觉如何？我啐了他一口，没想到沈静曾经爱的女人，心肠却如此歹毒。娄清九却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。歹毒？你只是失去了身子，而我可是失去了爱情。我的尊严被一群男人践踏在脚下，却只换来娄清九这么轻松的一句话。刹那间，我竟想直接咬舌自尽，但我想到腹中的孩子是无辜的，不能让他和我一起去死。然而娄清九却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我，他却从身上掏出一根银钗，心疼地抚摸着。这是静哥哥曾经送我的定情信物，只可惜便宜你了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放在桌上，银钗高高举起，径直穿透了手掌和木桌。啊！我死死咬着嘴唇，强忍着钻心的痛感，不能叫出声，不能把外面的男人再吸引过来。我的头发被吊着，手被定住，以一种奇怪的姿势侧着身。你现在的样子真像是一只滑稽的畜生！哈哈哈哈哈！娄清九指着我，捧腹大笑。他笑得越快活，我就越难堪，眼泪簌簌往下流。看你这个贱人的惨样，我肚子都笑痛了。一定要叫兄弟们来看看！不要！我连忙大声叫住他，我肚子里还有沈静的孩子，再让他们来，孩子会死的。听到孩子，娄清九终于变了脸色，他狠狠给了我一巴掌。不可能，你怎么会有静哥哥的孩子？静哥哥是最喜欢我的，他不可能会和其他女人发生关系，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不知检点，怀了野男人的孩子。我再也受不了，哭喊着求他，真的是沈静的孩子，孩子无辜，求你放过他吧，求求你了。娄清九却毅然决然转身，叫了好几个身材高大的糙汉进来。这个摄政王妃不知好歹，刚刚竟然想逃跑，你们快打断他的腿，好好罚他！我奋力挣扎求饶，但在几个糙汉的面前无济于事，皮开肉绽，骨头碎裂，鲜血顺着我的嘴角流下，剧痛逐渐显着麻木，一股热流从我腿间流下，我惊慌不已。不要！我的孩儿，小小的孩子就这么死在了我的腹中，是娘亲的错，是娘亲没保护好你。我呜呜的哭咽出声。军帐里的男人都走了，我毫无生气地躺在地上，犹如一具死尸，却听见外面吵闹起来。摄政王沈静杀过来了，快跑啊！我费力地睁开眼，重新燃起了希望，见到了娄清九，欣喜地对我说：太好了，静哥哥来救我了。他为了救我，甚至独闯敌方大营，他是这么爱我，你这个贱人是嫉妒都妒忌不来。娄清九不屑地瞥了眼我，又陷入了苦恼。可是我该拿你怎么办呢？他解了绑着我头发的细线，拔走插着我手掌的银钗，又是一阵剧痛。我的手掌豁开一个口子，汩汩冒着血，我虚弱地仰倒在地上，甚至连痛呼都微不可闻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娄清九高高举起尖锐的匕首，再次挥下。啊！他将我的肚子一层层剖开，血水流了满地，我的痛喊也变得虚弱，只剩下一点意识。呀，找到了！他捧出我肚子里那还未成型的胚胎。不，我的孩子，你不能这么对他！我悲痛欲绝，恨不得能立刻杀了他，抢回孩子。忽然，外面传来马蹄声，娄清九一喜，将手上的胎儿丢掉，
提着裙子跑到外面。静哥哥，你终于来了。阿九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沈静的声音传来，随即她语气变得担忧。你怎么身上全是血？受了伤吗？我的夫君，我的摄政王沈静在用这么亲昵的语气对害了我的女人说话。他对外从来都是一副暴力嗜血的性子，只有对着我才会展现出温情的一面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这样的待遇并不是我专享的。静哥哥，你是担心我，专程来带我回去的，对吗？娄清九撒娇道。沈静的声音霎时变得有些迟疑。对了，阿九，你有没有看见我的夫人？她叫许昭，和你长得差不多高。娄清九顿时有些不开心。你见到我怎么可以还想着别人？难道她有我好看吗？沈静宠溺一笑，当然没有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姑娘。娄清九这才高兴起来，神秘兮兮地对沈静说，静哥哥，你跟我来，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娄清九带着沈静进了军帐，他抱挂在沈静身上，挡了沈静视线。阿九，你要给本王什么惊喜？沈静有些焦躁，这里是敌方大营，并不安全，可他却还是耐着性子任由娄清九拉进敌方军帐。娄清九从他身上跳了下来，跑到我旁边，捡起地上的胎儿，他满手是血，却笑得光彩夺目。阿静，你看这个贱女人，她不守妇道，背着你勾引别的男人，我已经替你狠狠责罚了，还不快说谢谢我呀？而她身边是躺得无比凄惨的我，手掌被贯穿，四肢不正常的扭曲着，肚子也被敞开，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，心里也只剩下绝望。沈静站在军帐门口，看到我的模样，眼里充满了不敢置信的神色，迟迟不敢往前走。阿昭，你是我的阿昭吗？我嗫嚅着嘴唇，说出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句话。沈静，我们的孩子被害死了，我等了你好久，你都不来，现在我不想要你救我了。我痛苦的将要合上双眼，沈静这才反应过来，飞快朝我奔来。阿昭，眼前朦朦胧胧，娄清九不解地看着沈静，他的表情委屈又不解。静哥哥，她不就是个无趣的贵女？你爱的是我，只是逼不得已才娶了她。现在她死了就死了，她死了，你就能娶我了呀？沈静小心翼翼地扶着我的肩，我听到她强有力的心跳。娄清九，你都干了什么？再次醒来，我已经回了摄政王府，床边是我的陪嫁丫鬟芍药。王妃，你总算是醒了，谢天谢地，不枉王爷在神医家门口跪了一天一夜。我费力地起身，小腹竟被神奇地缝合了起来，隐隐作痛。这是神医炼的止痛丹，王妃以后不必受折磨了。芍药心疼地看着我，晕了太久，我嗓子干哑，虚弱地说：“我不要在摄政王府，我要回娘家，回将军府。”昏迷的时间里，我被同一个梦魇缠住，梦里跟沈静相濡以沫的不是我，而是娄清九，而我躺在地上，肚子大敞，灌着冰凉的风，不得不看着他们相爱。沈静，我不才是你的王妃吗？我问他，沈静却只斜斜看了我一眼。我跟你都是演的，为了应付皇上罢了。我心里始终只有阿九一个人，在摄政王府多待一秒我都觉得恶心。我让芍药叫了马车，搀着我回了娘家，岂有此理？我爹看见我虚弱的模样，拍案而起。芍药气不过，把娄清九对我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爹爹。我爹一代开国名将，听罢却红了眼眶，头发都白了几分。都是爹不好，让我们阿昭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外头下人来报，说沈静来了。爹爹立马抄起长刀要去算账，我连忙拦住他：“爹，让我去吧，伤还没好全。”我拄着拐杖去了将军府门口，
沈静就在那儿站着等我。路过的百姓纷纷好奇，是谁敢将权势滔天的摄政王拦在门外？阿昭，本王知道你受了委屈。他牵着我的手，如同往常一般温柔。你想要什么，本王都补偿给你。可我看见他，便想到他和娄清九亲近的样子，心里一下子凉了。娄清九在哪儿？沈静一顿，柔声解释道：他犯了错，已经被我关进王府的私牢里了。我将手从他的手里抽出，道：你既然想补偿我，那就替我杀了娄清九吧。沈静皱了皱眉，又耐下心来哄我：阿昭，消消气吧。他回避了话题，显然是不愿意杀他。我最后一丝期待也被浇灭了，垂着眼要离开，沈静却拉住了我。我知道你在跟我闹脾气，我保证以后不会让你见到阿九。一口一个阿九，沈静叫的可真好听。你可知，你口里的阿九杀了我们的孩子，阿九都跟我说了，不是他杀的，是敌军干的。我怒极反笑，用尽全身力气甩了沈静一巴掌。他被我打得一脸懵。沈静，你我这么些年的夫妻情谊，竟比不过一个阿九。既如此，我们散了吧。从此以后，恩断义绝。我当晚便写了和离书，差人送到摄政王府。没想到沈静又亲自来了。阿昭，你闹脾气究竟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他的眼里透着烦躁和不理解。你这么做是想引起本王的疼惜吗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我是认真的。沈静，我不想再做你的王妃了。沈静下颌微动，像是在忍耐，随后便说：我知道你还怨阿九，但你都活下来了，为何还要让他死？这样，本王带你去见他，让你亲自责罚。我攥起拳头，脑海里冒出娄清九那张恶毒的面孔。好，娄清九蓬头垢面，趴在地牢阴冷的地面。他看见我和沈静，立马连滚带爬跑过来，抓住牢房的铁柱。静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，你这是原谅我了吗？沈静不忍回答他，给我开了门。我一步一步走到娄清九面前，拔出头上的一根银钗，狠狠插在他手上。沈静闭上了眼。正当我要用匕首划开他肚子的时候，沈静出声阻止：阿昭，差不多行了，不够，一切都还不够。我哭红了眼，嘶声大吼：我要让娄清九经历一遍我经历的，我要让他一点一点全部还给我。娄清九双眼含着泪，分外可怜。静哥哥，救我！沈静终于忍不住将我扯开。我转过身，狠狠地逼视着他。沈静，你终究还是舍不得杀他，我一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还有这个贱人。我明日就让我爹去求圣旨，拆了我们的姻缘，好让你们这对狗男女白头偕老。沈静想抱住我安抚，却被我一把推开，肚子上的伤又痛了起来，可我却无暇顾及。沈静，娄清九，我要让你们都不得好死。圣旨下来，我解脱一般跌坐在地，芍药在我身边笑着，真好，从此以后咱们小姐再也不用受欺负了。我扯起嘴角，勉强回应了他。我跌下了朝回来，怒气冲冲，这个摄政王真是恬不知耻，都和离了，还想缠着我见阿昭。我冷笑着让我爹不要理会，隔天带着芍药去了护国寺上香，希望吾儿下一世能投个好胎，遇到一个好娘亲、好父亲，不要再惨死腹中了。安息吧，人间的仇，娘来替你报。我从蒲团上起来，跨过门槛，一道阴影挡在我面前。沈静形容憔悴，倔强地站在我面前。我假装看不到他，从他身边经过，沈静却拉住了我。王妃之位，本王会一直替你留着，只要你愿意，摄政王府永远是你的家。我都懒得施舍给他一个目光，
甩下一句：“这个王妃之位，我不稀罕。”次日，下人说摄政王给将军府送了几十担礼，要求娶大小姐许昭。负心汉，真是想得美。芍药在我身旁不屑地说：“我差人把礼品都送了回去。”又一日，沈静亲自来了，我让下人别给他开门，外头下起了暴雪。料想沈静也回去了，我收拾了行头，和芍药出去参加名门贵女的赏花会。谁在王府门口堆了雪人？芍药惊奇道：“我一向喜欢雪。”于是上前抓了一把，想扔给芍药，却觉得不太对劲。扒开厚厚的雪，里面是冻得发抖的沈静，她睫毛上都凝了冰霜，看见我露出一个笑，又直直倒了下去。怎么办呀？要不要把她带回府里？芍药有些焦心，而我看着倒在地上的沈静，她唇色苍白，呼吸细细密密，看上去像发了热。走，我对芍药说，她死不了。我丢下沈静去了赏花会，被几个少女簇拥着要去赏梅，她们推搡着我，有些急切，我感觉不太对劲。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几名身世不凡的大小姐面面相觑，七嘴八舌地编了理由。我回头就看见走过来的娄清九，他手掌抱着布条，瘦了不少，但依旧还是一副娇艳欲滴的模样。许昭姐姐，谢谢你啊！我已经成了摄政王府的贵妾，过不了多久，我就是王妃了。娄清九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企图引起我的嫉妒，而我捏紧拳头，只想杀了他。芍药在我身旁气得大骂：“贱人，什么破王妃，那都是我家小姐扔掉不要的。”娄清九眉毛一拧，表情有些破碎，但他很快恢复了过来，凑近我的耳朵说：“没了孩子的感觉，很难受吧？不过我已经怀了靖哥哥的孩子了，不然你以为靖哥哥怎么会把我放出地牢，又封了贵妾呢？”我心下一震，恨恨地掐了一把娄清九受伤的手掌，他吃痛，立马倒在地上。啊！你们在做什么？是沈静来了，她已经换了身衣服，但嘴唇苍白，难掩病态。娄清九一见沈静过来，仿佛遇到了救星，柔弱道：“静哥哥，不知为何，阿昭姐姐就打了我。可能是阿昭姐姐嫉妒我成了你的贵妾，她自己却无法再进入王府了。”沈静走过来，却对着娄清九道：“谁让你来打扰她的？”娄清九一愣，语气更委屈了：“我只是出来赏花呀。”是阿昭姐。沈静打断了他的话，看着他的眼睛沉声道：“你要是再敢出现在阿昭面前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”娄清九立马把接下来的话咽进肚子里，可委屈的泪水不停地流。我只冷眼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毫无波澜。沈静，演够了吗？看见晦气的人，我早没了赏花的兴致，拉着芍药转身离开。可沈静追了过来，她气喘吁吁地拦住我：“阿昭，我没有在演，在我眼里，你比任何人都重要。”我在沈静面前站定，有一件事情，除了我和娄清九，没人知道。我为了尊严和声誉，只能自己瞒了下来。沈静紧张地看着我：“什么事情？”被敌军掳走那一天，娄清九扒光了我的衣服。我被无数的敌军欺辱，我们的孩子也是在那个时候没的，而他还在一旁拍手叫好。沉默许久，沈静拧起眉毛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红着眼眶看着他，声音哽咽：“你还要我将这些话重复给你听吗？我光说出来都费尽全身力气了。沈静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”沈静喘着粗气，张着嘴，说不出任何话来。他突然猛地抱住我，我被他紧紧扣在怀里，快呼吸不过来。曾几何时，在被欺辱的绝望之际，我也期盼着这样一个怀抱，可是太迟了。积压在心底太久的悲伤倾泻而出，
我哭着道：“沈静，太迟了，一切都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”沈静说：“他想赎罪。”他卸了手上的重权，拱手让给我的父亲，而他再也不是摄政王，成了一个普通王爷。娄清九也再也没有了摄政王贵妾的特权，成了贵女圈子受尽唾骂的存在。要是家里有这种心狠手辣的狐狸精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说话的人翻了个白眼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清楚楚地钻进席上所有人的耳朵。娄清九的脸霎时红了，他不甘心地反驳道：“我才是王爷最爱的女人，他本来就应该娶我。当初若不是许昭，摄政王妃就是我。凭你一个歌女，还想当摄政王妃，笑死我了！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想得比梦的都美。”其他夫人小姐也纷纷捂着嘴笑了起来。娄清九目光愤恨，直直向我看来。我毫不畏惧地看着他，下一秒他竟掏出了一把刀，横冲直撞的要往我的小腹捅。我来不及闪躲，但一道身影飞快地挡在我面前，是芍药。娄清九被赶来的侍卫控制住，可芍药还是在我的怀里断了气，他的身体一点一点冷下来，如同我的心。我轻轻地放下芍药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被挟持住的娄清九，告诉沈静：“娄清九我带走了，想救他的贵妾，就自己来将军府。”我让人绑住了娄清九，然后又去巷子里找了一群身强力壮的流民。回到房间，娄清九终于醒来，他看见我，目光惊恐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我蹲下，对上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道：“我想干什么？我只是想你自己做的事，怎么能自己不尝尝呢？”我让人进了房间，自己却走了出去。外面传出娄清九的哭喊声，我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就让人出去。被欺辱的感觉如何？我问他。娄清九疯狂摇着头：“不要，怕什么？才刚刚开始。”看着娄清九双腿被打断，筋疲力尽地躺在地上，血不停地流。我一脚踩上他的小腹：“我对你还是太温柔了。”他还在。娄清九目眦欲裂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我用力一踩，他发出惊呼，直至看见他腿间流血，我才肯罢休。拿起桌上的匕首，在他的肚皮上比划，让我来猜猜孩子在哪儿呢？外头忽的有人来报：“大小姐，沈大王爷来了。”我相当欢迎，请他进来。我出了房门，便见沈静急匆匆地向我跑来。我抓着我，上下打量：“听说阿九行刺你，你没事儿吧？”我扒拉下他的手，侧身让他看见房间里的景象。“你这个夫君当得可真不好，养出如此恶毒的小妾，我只能替你罚罚他了。”沈静看着里面的景象，一时说不出话。啊，对了，你们的孩子也没了，就当用来偿无儿的命吧。沈静不敢进去，浑身颤抖：“静哥哥，静哥哥救我！”娄清九呼喊着，沈静却狠下心，看向我：“不过就是一个小妾罢了，阿昭随意处置。”娄清九听到这话，双眼圆睁，不甘道：“不可能，静哥哥，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？静哥哥，你不是最喜欢阿九的吗？我也最爱你了呀！”阿九发誓，以后一定乖乖听话，求求您救救我吧！我挑起眉毛，将手中的匕首塞进沈静手中。我这人心善，不忍杀生，既然是你的人，就由你亲手来结束他吧。沈静轻轻握住了匕首，沉默良久，他走到娄清九身旁，蹲下，目光缱绻：“阿九，谢谢你陪我这么久，但现在我心里只有阿昭了。王妃的位置永远不能是你坐。”沈静将匕首插入娄清九腹中，娄清九呼吸粗重，嘴里冒着血，苟延残喘了好久，才断了气。我笑着鼓了鼓掌，道：“沈静，我原谅你了，把我娶回王府吧。”
沈静闻言，欣喜若狂。真的？我缓慢地点点头。我这就去差人准备。我要让你比第一次嫁给我风光10000倍。我目送沈静离去，脸上面无表情。娄清九解决了，接下来就该你了。沈静，你还要嫁给那个狗崽子？爹爹自从权力变大之后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我无奈一笑，爹爹放心吧，爹爹向来尊重我的意愿。沉默许久，才点了头。要是芍药那丫头还在，还能替我护着你。想起芍药，我心中一痛。我一定会让所有事都有个结局，这样芍药和我的孩子才会安心的走。红妆千里，我果真如沈静说的那样，风光大嫁。洞房时，我推开了她，我肚子上的伤还没好。沈静心疼起来，揽住我，都是本王不好，以后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我变回了以前温柔贤惠的模样，每天给她温茶研墨。之前的事好像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。沈静有些感慨，我便趁机问她，能给我讲讲你和娄清九的故事吗？她一愣，目光有些闪躲。我就是想听听夫君以前爱的女人是个什么模样。娄清九是一名歌女，每天在船上唱曲，而彼时还是摄政王的沈静常常去应酬，一来二去就认识了。娄清九很快爬上了他的床，摄政王想用银子打发了他，娄清九却不要，靠在摄政王胸膛上。奴只是想听听王爷的心事，世人总贪图他的钱财权势，而从未有人关心他的烦恼。沈静便爱上了他。我听完笑了起来，好一段佳话。沈静连忙道，但他没有夫人一般好，阿昭在我心里最重要。我笑得开心，丝毫没有吃味。沈静却有些异样，她闷闷地说，阿昭，你现在对我还是什么感觉？当然是恨呀。这话我没说出口，只随口胡诌。王爷还是和以前一样威风。沈静却不言语，她独自离去，身姿有些颓然。第二日起床，我想给她温茶，却见她已经坐在了外面，石桌上摆着一盏热茶。阿昭，以后我来对你好吧，我把你以前没有的全部都弥补回来。恍惚间，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夫妻和睦的时光。沈静当时就是这么笑盈盈的，一口一个阿昭的哄着我。当时的我也没想到，时过境迁，我们从最恩爱的夫妻变成了仇人。我打造了一根银钗，跟娄清九捅穿我手掌的银钗一模一样。听说这是沈静送他的定情信物。随后我又请了一名易容师，将我易容成了娄清九的模样。我穿上娄清九喜爱的粉色罗裙，活脱脱就是本人。入夜了，我的复仇开始了。将银钗簪在头上，我偷偷潜进了沈静的房间。我在她身边躺下，搂住她的腰。沈静发现动静，翻了个身，把我抱住，柔声道，阿昭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模仿着娄清九的语态，扭捏撒娇，静哥哥，你再看看我是谁？沈静这才惊喜，看见了我在摇曳烛光下的脸。她愣了许久，才道，阿九，我这是在做梦吗？我咯咯笑起来，若不是做梦又如何？我化成厉鬼来索你的命了。沈静讷讷的，她眼泪掉了下来。若是索我命也值了。她抱住我，我却觉得这个怀抱异常冰冷。阿九，我好想你。沈静从未放下过娄清九，她爱着我的同时又爱着他，可是爱是唯一的，不能分享。沈静吻上了我，我们一起倒在床上。她掀开我的衣服，却看见我小腹上触目惊心的疤痕。你是阿昭？我将人皮面具撕下来，让沈静好好的看着我的脸。对不起，阿昭，对不起。她这时道歉又有什么用呢？我的银钗已经插在了她的后脖梗。沈静死了，
我继承了沈静的财产，住在了王府。爹爹想将我接回去，我却不愿。我将沈静的东西全部烧掉，在王府里栽花种地，弄得生机勃勃。种的最多的就是芍药花，我还给我的儿子和芍药立了牌位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日日陪着我。爹爹下了朝，气冲冲地赶来王府，真是累死了，什么案子都要让老子做，你倒是清闲得很。我正给花浇水，一边说着风凉话，谁让你当时想也不想就揽下了摄政王的权力。爹爹却灵机一动，对我说：阿昭，你不是总嚷着无聊吗？要不这个摄政王的位置你来做。爹爹向来是个雷厉风行的性格，旨意很快就下来了。我成了当朝第一个女摄政王，每日都要早起上朝，下午还要处理公务，忙得昏天黑地。忙起来就没时间为孩子和芍药伤心了。站的位置高了，才知道人这一辈子也不必拘泥于情情爱爱，成就大业更重要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喜欢，记得订阅本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